气排19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我们在1月14号继续在台湾体大台中的这个体育馆，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新北中鲜跟凯撒饭店连锁的较量。也是1月13号，因为这个总统大选的关系啊，所以说整个气排的赛程做了一些的调整。不过1月14号的赛程是继续的来进行。 那在目前的各队的战绩，在女子的部分来看一下，高雄台电11胜2败，33分的积分；台北精华赶上来了7胜5败。那极速超跑也仅仅是2败而已，7胜2败。新北中鲜3胜8败。那凯撒饭店连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张。个人的得分榜上，我们也来稍微观察一下，林书豪已经突破了200分到201。 陈姿雅189，甘可慧151，许芳明137，黄欣瑜135分，这是在个人的得分的部分。好，今天在现场是请洪青来跟我们紧急支援一下啊。不过其实，在台中的赛事，当然目前在各队的状况，其实对新北中鲜而言，今天在阵容上有一些排休。那在整个这个凯撒饭店的部分来讲。 哇，上礼拜看了一场很精彩的第一局，可是后面又有一点就是节奏一乱掉，好像整个就又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对，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场在看这个凯撒饭店，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打出来，也要求他们的就是所谓的球队的稳定性。其实他们这一批的这个所谓的青女队也好，或者是说未来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女排的希望都寄予在这一支球队上面。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期待他们每一场的一个表现，不管说能不能够打得出更能够跟这些学姐们强对这些抗衡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他们这些要去观赛的一个重点呀。在今天的在阵容上，刚刚也提到了啊。 那不稳定的整个因素，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赛前，洪教练一直在提醒，就是说，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而且现在基本上会让这个 U18的为主体了，因为他们的联赛就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1、2个接球啊，没有能够到位之后，那整个就节奏乱了。今天还是要不断的鼓励他们。那在整个新北中鲜的部分呢，今天在整个名单上，在洋将的部分，今天 Bree 轮休，因为之前。 大家还记得吗？在上半季那个整个小腿肚啊，跟整个膝盖的那个伤，其实他还没有完全100%的好，所以说这礼拜呢，就让他能够放轻松一点，所以这礼拜并没有排在名单内。那在他之外呢，也就是另外就是里贝尔的膝盖的状况其实一直都看到里贝尔好像在整个膝盖部分那个。 曾教练也提到说，他们也现在利用这个师大体系的一些资源去帮他做一些的复健跟调整，而且也去分析他的整个力学的一个弹跳的方式，希望让他能够再把那个基地先给养回来。是，不过刚刚在赛前看这个里贝尔在攻击的时候，我感觉那个起跳的那个感觉好像恢复的状况还蛮不错的。对，看他跳起来是很舒服啊，可是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就。 我刚刚跟曾教练聊一下，就怕说他因为某些肌群并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他硬会用其他的肌群去支撑，那怕就影响长远是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啊。不过我就跟这样的师大体系来对告诉这些伤害的、防护的、力学分析的，对啊，都有一些很棒的专家在赶紧帮他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这个观察跟调整，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回到他最佳的一个状态。当然，他也说里贝尔最近就比较跳的没那么多了让他稍微能够有一点时间恢复不过刚刚志明哥所谈到的是这个运科方面的专业，我谈一个比较现实，然后也不是很专业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球员，特别是排球员的膝盖。就是说，我觉得不只是里贝尔，很多的选手都为了要让自己的这个膝盖呢能够更长久一点，他的健康状况可以维持更久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 就是说，因为我们排球是必须要一直起跳下来，马上又要上去，然后再下来，所以那个膝盖的缓冲其实对这个负担其实蛮重的。呀，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先发，待会继续聊这个体重的话题啊。在整个凯撒饭店的部分来讲，今天排出来的整个先发名单当中，举球基本上今天排出来攻击手陈思瑜那跟4号的这个简艺文是2位主攻，然后呢，在整个许芳明。 另外呢，在整个张云珍是举球，那举队是许芳明，然后呢，中间手分别是花英琪，还有这个是15号的林彩珍，那另外陈彦珍跟张云婷2位自由。再来看看新北中鲜的先发名单上的一个安排。
好，这个基本上在目前看来，今天把Mira 给排出来，张奕琪啊、李贝尔还有宝儿，那基本上呢，在举球的部分呢，仍旧排出来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举球手啊。那当然，目前看起来还是以这个陈庭如为主啊。陈庭如先发。哇，这球第一球就没接好啊！接球一直是整个凯撒饭店的一个最大的罩门哦。对，而且哦，这个小学妹们哦，学姐面对到这些小学妹，绝对不会是手软的啦，一定都是发球加压。而且，其实女排好几支的球队哦，他们在发球的部分都很勤的在练哦，所以其实压力啦、各方面什么的都其实马上就到位了。大斜线，贝尔。好，这就放软，有机会，球过来，继续。张奕琪，哇，2号位的一个大斜线哦。前一场比赛对新北中学而言是在12月24号，所以等于差不多休了2个多礼拜，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了。我觉得新北中间这个今年补进张奕琪这个生力军哦，真的非常的到位，而且是即战力哦。大对角，哇！林启龙的站位很好啊，放短，直接处理，哇！这球大包没有吃到，反倒是弹回到了自己的场区啊，包英奇。哇，这感觉上这几个还是有一点那种经验上啊。就两边你在看，虽然刚开局还在找感觉，但是。中线真的会比较有经验值，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掌握住球赛的那个节奏，很快进入状况。好球，这个球打平的，这球不错。今天排出来的整个先发，在整个主攻手的部分啊，这几周一直有做一些调整。今天陈思瑜担任先发，1-3。哇，发球可惜了，可惜了。张云珍的发球还是一样啊，差那么一点点。不知道洪教练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真的还是让他们在场上真的要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去磨练啊。那他们前几场哦，如果说今天他们的结束的分数都打得很近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比赛的前半段甚至到中半段，他们都可以紧咬比数。所以我觉得凯撒这边要避免的是刚开局就被拉开太多的这个分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打一个大斜线啊，刚刚好在界内。其实当然，洪教练其实目标也很清楚了，就是当然现在都差不多，最多打到1-3，最起码把比赛扣到那种2-2，第5局双方的压力都出现，那可能机会就来了。哇，这个飘过头了，一上来这2波的发球都没能够掌握住哦。而且就算磨到第5局，就算到时候的这个结果是输球的，但是我觉得让这些小学妹们去体验一下那个第5局的紧张感跟张力，对他们来的磨练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宝儿的发球，阿宝的发球，中间的这个球没有配得很顺，不过让包英奇刚好是变作一个平飞球，落在了整个9米线的附近。对，这个球有点举给他有点太高了哦。不过他刚好打到这个球的屁股的位置。3-5。Mira 这球打长线，再来大角度好球。Mira 在最近来讲，其实上场的机会并不多啊，不过今天一上来的状况其实不错啊。6-3。哇，好球啊！许芳明这个找到了洞之后就不客气了。对，刚刚在第1颗的时候，我就看到 Yulia 其实他是放掉的，他中间手跟着起跳之后，他应该要再过来做这个并位的拦网，但是他刚刚上一球是放掉，这颗球也很明显的是完全跟不上这个方向改变了这个时间了。好，这球守起来，修正4号位。大斜线，再是一个8包球也没打死。
一起的角度被守住，后排可以打啊！许芳明这球可惜了，稍微犹豫了一下下啊。不过至少他们有做到好几波的这个防守反击啊，不是说对方一攻击过去就直接破坏他们的这个防守。7比4。不这样，这个开局最起码慢慢看起来就是慢慢有进入状况啊。Mira 的8-9。啊，想要走直线，可惜了。5比7。哇，这是发生什么事？他上一颗的这个8包球就没有处理好，这一颗也是完全判断错那个时间点了。哇，这真的是完全就是你的弹跳的速度跟那个球来的一个速度，这完全是哇，这有很大的偏差啊。还有，救起来，后排可以打。贝贝胖一个小的，再来。好球救得漂亮。贝贝再跑一个，打长线。好，再来。哇，这边两边的防守都很好，后排。还有，救起来！贝飞跑，这球拉出来，4号位中间地带也被守住，贝尔，哇，这一波的进攻双方来回数十回啊！好球哦！那凯撒这边做得很好的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组织性啊哦。就每一波防守起来之后，至少都有组织出一波完整的这个进攻啊。好，现在凯撒饭店连锁喊暂停，目前是一个5比9 4分的差距。然后拦网还是太少，慢一点，然后那个大脚的那个位置，因为后排反而要帮忙这样。然后拦网把位拿好，慢一点跳。像刚刚这个球，其实因为这个过程来讲是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有把它扣紧啊，所以说打的就很有张力。尽管这一分是让新北中先给拿到啊。对。9比5。好球，好球！这球出手还是要够快的啊，林采珍。其实这有的时候，当然像刚刚这个林采珍在今天第一局有2次的这个霸包跟自己的机会都没找到，可能真的回去要看一下袋子哦，看看到底这么状况出在什么地方啊？啊，这一球哇，直接是直扑身体而来啊！基本上当中间手，然后一定会有很多打这种霸包球的机会哦。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住的话，那应该就是直接得分的几率就很高。但如果你不得分的话，哇，这种球失误哦，对这个自己球队的士气其实非常伤的。是。啊，这球完全是打平的。张一琪的那个表情就有那么一点点心虚的味道。最后还是要挑战，选择帮他挑战的啦。他自己也不太确定哦，从刚刚那个表情看起来。哦，不过这球真的是完全是往空中打啊。哇，今天有一些球队的一些小朋友来看球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中部地区，当然最大的，我就记得去年就是
那个康教练在的时候，好像有一场东山打不好，对，就直接跑回去了，对不对？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哦，从这里跑回去也还 OK 啦，还 OK， 最重要是台中嘛，对不对？从这边跑回去应该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啊。7比10。我之前是有听过打输跑回去是在那个也是在台中，不过那个是山路，就是在永信杯的时候打输直接跑到山下。另外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是去年吧，去年在云林，后来美金龙没打好，是，后来就我要离开的时候，哎，美金龙的球员还在外面在绕，还在跑，是被罚体能这样，真的。11比7，所以代表不是你打到企业排球联赛这个等级，你就可以去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如果态度散漫，或者是说该做的没有做好，其实还是会被要求的。那打球要负责的，对，要负责的。哦，这就放慢节奏，直线被守住，大斜线，哇，这个许芳敏真的在控制角度的部分，对，把基武的熊啊，而且手腕能够控制的那个精准度是高的哦。他打这个斜线也打得很漂亮。那林奇龙其实有对位到，但是有时候自由球员都会被流出去的球，身体不自觉的会被吸引过去。但是其实球往往会到反方向这个地方来。哇，这个有点接过头，这就是经验啊。阿宝在这球的处理上就比较清楚，知道哪边是一个空档啊。对，不过这个球对凯撒这边有点可惜啊，因为其实 Mira 你让他已经破坏成是这个修正球来攻击哦。那照理来说应该要想办法可以防守起来。12比8。好球，这球出手的够快。包英奇。哦，这个球其实打点还不错啊，打点还不错，出手也够快。他甩背的动作是相较之下是比较小的啊。9比12。啊，这球被在中间 ，Yuria 的整个扣杀直接被拦了回来。路线打得有点太单调哦，也让这个蓝中的这个。凯撒这边的蓝中手可以很快的就掌握住他想要打的这个路线，只差2分哦。哇，张一奇还是一样啊，相当的聪明，这球仍旧是把打点拉高之后往平的扫哦。对，张一奇的打法哦，他比较不擅长去打这种速度球，所以给他的球呢，一定高度要够高，那他可以很从容的完成助跑之后再起跳，他是很需要这段时间的。好，现在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把黄曼雅给换上来，那关键时刻把谢静怡换上来举球，维持前排3点的攻击啊，13比10。换边，好，哨音响，应该是 Yuria 的触网。还是只有2分的差距哦，11比13。对，到目前为止，凯撒分数咬得蛮紧的哦。哇，这球可惜。不过还是要加压了哦，因为在攻击上面2队比起来，还是中线这边的攻击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凯撒这边也要注意，看能不能就是先破坏中线这边的第一波接发球。14比11。哇，在接球的时候又是没有交代清楚啊，这球直接在整个2个人的中间，最后到底谁要接？2个人在退的时候有点叠在一起了。对，从那个位置看起来，应该是陈思宇他的这个正面的位置会比较好接一点。15比10，把李思怡给换上来。突然间放短。大斜线，啊，勾这个大脚有哎，
许芳明打球的合理性真的是相当的高啊，而且打点的准确度也是相当的高。对，这个球1号失线，刚刚是判有一个这个 touch 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哦。不过中线这边要来挑战，认为好像拦网的是没有摸到球。这个西米的爸爸妈妈其实就没有说只看谁啊，你可以看到贝尔跟西米的比赛，他们基本上都会到场啊，所以真的是很热爱排球这项运动的。哎，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哎，没有啊，并没有 touch 到。哦，现在来挑战是凯撒饭店来挑战的是落点，挑战这个球的界内还是界外？我今天目前这第一局的状况其实还是一样啦，就是一些小地方的细节。不过最起码那个攻防的那个整个调整，凯撒饭店是有跟上哦。哦，界内哦，挑战成功，这球界内，哇！许芳明这种出手的那种手感真是好啊，真是好。这任教练这一脸疑惑哦。对，到底是有在看不？12比15。不过洪教练的反应也很快了哦。还有救起来。再给许芳明有点短，放短又被点回来。啊，这球打外侧啊！在路线的设定上面哦，稍微比较可惜了一点。这个球贝尔其实是有一点点比较开网的攻击，那他们的这个凯撒这边的拦网的定位应该要锁定比较斜线的这个大方向的位置。哎呀呀呀！这个球又是一个机会点哦，没有把球把它给顶起来啊！哇，其实讲实在话，确实哦，这很多的这种来回都是像对，真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动作上啊，林采珍就有几个动作就是好像没有跟上啊，没有跟上，现在赶紧做了一个调整。吴文轩换了上来，哇！又是被对方给拦得死死的。那这段时间可以看到，这2波的被拦回来的状况都是先发生什么？先发生接发球的不到位哦，所以只能去打比较单调的4号位攻击。凯撒饭店喊暂停，目前12比18。时间点会不太一样哦，稍微他准备很积极，准备接发球，球真的很快很强，把它垫高一点没关系。让举球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修正嘛，好不好？然后卡吧，一定要卡吧，球没接到位，打2边长的，快攻的，然后后排的，给楼到进来卡吧，好不好？3个帮忙卡吧一下，然后长攻敢打一点 ，OK， 这样。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经验了。当你发觉这个接球接的不好，大家只能够打2边的整个边陲的同时，你那个其他球员的那个防守跟补位的位置，就马上要做调整啊。要不然连续2个这样的球，在整个心脏地带都没有人补位，这就第2个球就有点不应该了。所以就是证明出他们的卡把的位置的站位其实是需要调整。是。短球。给的还是有点短。也是短球，这球落地了，哇！现在还是一样啊，前后的一个协防的概念啊，跟站位啊，这几分反倒给了新北中先比较多的空间啊。好，现在要把潘卫勋给换上来，简一文退场。
好，这次有主补位到，换边。突破也没打死。哎呀呀呀！又是一个心脏地带，没人补位啊！哇，这个球也是一样，这个球其实出手的时候已经摆明没有什么太好的角度了、哦。这个时候后排防守应该就要先做一个趋前的动作。嗯。林乃真再给换了上来。13比20。哇，贝尔这个球真的就算是有用力哦。对，像这个球拦网完全是没有对到位的一个状态，他斜线放了一个超级大的这个空档，让贝尔去做这么强力的攻击，所以。我觉得凯撒现在要调整的是边位的定位点，哦，然后去看这个攻击手的惯性跟他起跳的这个位置。21比13。后排，小心小心小心！哎呦！ 哇，真的是直扑我们的这个转播台而来啊！哦，这个球也是很惊险的。不，我刚刚在想一句话：如果贝尔真的这样扑出了，我们顶得住吗？我可以啊。哦，贝尔刚刚还好就紧急刹车，不过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贝尔，好球啊！哇，中间来做一个时间差。 这个整个在这个第一局的状况是还是一样了啊。其实，当然我们刚刚讲啊，这凯撒饭店的这个攻防其实是节奏还不错，可是对一些球的处理跟补位的漏洞，又有点明显哦。所以说分数还是被对方拉得比较开一些，这是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如果形成来回波数多的时候，我觉得凯撒他们除了自己的稳定性要求之外，也要去把握住更多的机会。那你不能说人家拦网回来，然后就一颗就直接得分了哦。那看能不能在卡把或者是在防守救起更多的球，来创造出更多自己可以攻击的机会。22比14。哇，两边的这个整个快攻的一个策略啊。那当然，刚刚一个是打的是技巧，那这次阿宝的整个弹跳跟那个配合是刚刚好啊，然后还能够。 加力道是，而且这一分完全就是阿宝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得分哦。从拦网开始就已经成功的阻拦到这个包英奇的这个快攻，然后马上退位之后再跑了一个 B 快。23比14。好打出位没成，转直线好球。 Mira 已经看清楚了那个直线的空档啊，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球，拦网照理来说是要跟防守一起来做互相的配合。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拦网定的是直线，那你后面防守直线那个应该可以做趋前，但是这个球又很奇怪，你既然是包直线的话，防守的也趋前了，但是为什么又让人家打直线进去？哦，这个就是他们可能要检讨的地方。 还有，哇，这球还是被守住，再来一遍，转直线，哇，还是过不去啊！第一局结束啊，后面的整个双方的一个掌握度啊，跟整个路线的一个搭配，还是看得出来新北中先的优势，25-14，第一局新北中先拿下。 1
立即参加戏排，立即参加戏排，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加油打气！ 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排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 你还记得你2023年的目标吗？我记得我是定要在师大的时候硕士完成2年内就把它完成。那目标达成了吗？快了，在顺利的进行当中。那你2023年记得你有什么目标吗？我的目标是达到4大运，完成了吗？完成了，也打完了。我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在2023年不要受伤，但是没有成功。那你呢？我设下目标是希望可以大专杯冠军，那今年还是只有第2，就是也没有成功这样。你在2023年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吗？有，我的目标就是减肥成功。那你目前有完成了吗？有，我个人是觉得完成了啦，目前就是维持就好。那你呢？你有什么愿望吗？我2023年的时候是希望我高中联赛可以拿到前4强。你有完成吗？那时候是没有，就有点小遗憾这样。我目标其实就是过得顺顺利利、平平淡淡的就好，应该也算是有完成了啊。你有什么目标？我也差不多啊，就是把自己的生意顾好来，之后走完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应该也是有算完成。 气排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排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排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 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那你跨年倒数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我记得我们家之前有一年曾经就是来台北这边就是露营，然后在外面吹着冷风，看着101的烟火，然后再倒数。但是虽然很冷，但是是一个很快乐的回忆。那你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我们家的顶楼边烤肉边看烟火，因为我们家就在101的附近，所以当时也蛮有趣的。我跟小恩其实，在路上其实常常会被问是不是兄弟，那你都怎么回答？我是说我们长得很像，但我们不是兄弟。谁是哥哥？你是哥哥啊，你21岁。我们之前有一起就是跨年那天一起在海边就是喝酒看日出，结果一颗蛋黄都没看到。对，一颗蛋黄都没看到。印象中我们的跨年好像不是在练球，就是在比赛。那比较特别的应该是去年跨年当天，新北中线刚好有赛程，所以这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这第1局的整个攻守数据来看的话，新北中先攻击拿了13分，只丢了1分。那凯撒饭店攻击拿了10分，不过丢了6分哦。那在整个两边的发球其实差距不大，不过在失误的部分，凯撒还是比对手多了有1倍哦。
我觉得第一局哦，这个基本的接发有一些的失误，这个我们就不谈哦。但是我觉得谈到的就是双方在攻击上面的这个火力输出，很明显第一局的凯撒比较多都是很单调的这个拉到4号位的长攻。那你面对到这么高大的中线的拦网，那当然你打个1、2颗之后，马上就可以掌握住凯撒这边的攻击的路线了。两边的得分主力，一边是里贝尔，一边是许芳明。许芳明在整后盘，那倒是。在整个新北中先的部分，第一局主要都还是边陲的一个攻击为主哦。我觉得可以多尝试一点这种移位啦，或者是背飞也好，或是往内切的战术，都可以多做尝试啊。还有。哇，漏掉了贝尔。哇，还有真的啊，就在整个拦网的那个定位了啊，那个定位确实是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啊。第一局很多颗很明显的就是定位是完全错误。哇，他把优势直接往旁边很快的一个转动手腕啊！对，我们看到这2波的来回，包英奇打了一个 B 块，阿宝打了一个 B 块，最后阿宝为什么只可以得分？2个的差距在哪里？包英奇他其实只有按照他所设定的路线做出手，但是阿宝他除了他自己的路线有设定路线，但是被包死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去做处理球，所以这个就是经验上面的一个差别啊。这球又是贴网过来之后，到底谁要处理，又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哦。3比0。放短，哦，这球，哎呀，再是一个相当锐利的角度进来啊！这球还是定位上面的一个问题啊，你有一点点感觉，你想要拦直的，想要定直的，照理来说你应该是要把这个直线的路线完全被封死，但是张一起还有办法找出一个直线的这个空档，代表说你定位的部分可以再稍微往外移一点点。哎呦，哨音又响，这次这次是新北中先被抓一个，应该是碰到标志杆了。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碰到网带而已，没有碰到标志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球的挑战啊，新北中先的挑战。哇，不过这个球是主审先明哨，刚刚的凯撒其实还在救球的状态，还没有形成死球，所以这个球如果中先挑战成功的话，应该会判为一个公正球。没有，没事啊，所以说没错，要来这球要 replay 啊。是，那我觉得这个球中间也不用再去争了啦哦，因为其实他当下裁判就已经针对刚刚那颗球鸣哨，不管说最后的这个凯撒这边是接喷还是接怎么样，那个时候的这个哨音已经产生出那个判决，所以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是公正球啊。4比0。哇，还是一个接球的问题呀！在上礼拜其实也是一样啊，在很大的重点真的就是看到是简一文啊，简一文的接球一直被对方锁定。5比0，现在凯撒喊暂停。球会下坠比较快，准备再早一点。假如真的觉得很难接，就把它当作是在接手背一样，很像人家攻击有没有？攻击下来你就把它挡起来就好，好不好？还是要练习接。
OK， 其他没事啊，组织一个打一个，慢慢追，好不好？其实我建议哦，这个凯撒现在针对这一轮贝尔的这个接发球，第一个我觉得不是动作的问题，是站位的问题。因为这个他已经发了2、3颗球，都是在包英奇的左后，甚至说正后方大概1米的位置。那我们看到现在爱三零他那个凯撒饭店他们接发球的整个站位都还是站在这个7、8米左右的位置，应该可以有所调整。看这个球又被挤压到了，哇！这接球完全是接不到位，那真的就没戏唱了，这完全没戏唱。那简一文他其实有非常好的这个身材条件，但是你既然要打到主攻位，你必须这个接发球这个环节就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还有哨音响，过往击球啊！哇，这开局这完全接球接不顺，就什么都不顺啊！哇，又被撇掉一个。他在整个起跳的过程，在等待球过来的时候，他也同时一直在观察包英奇的手到底放在哪个位置。好，然后随着手的这个球的这个流动，他可以打好多不同种的一个路线出来。所以阿宝来说，这个担任这个快攻手、中间手这几年的成长，真的是越来越有经验。8分哦。又一个贴网的 lucky ball 9分了，哇，真的是啊，哇，怎么难接怎么来啊！这个洪教练也只能抓头，因为他能够帮忙球队，能够提醒的，其实也尽量在做了哈。但是现在真的要靠球场里面的这些小学妹们自己要想办法撑过。好不容易啊，李思一的2号位的一个touch out，终于让凯撒饭店在第2局开张。其实思一在这个凯撒里面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广的一名球员因为他有很好的防守接发的能力，同时他有很好的攻击的破坏力。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他打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哇，他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手法跟这个破坏力，其实真的是不容小觑发球也是直接的得分。哇，这个切大脚，张一奇落点很准啊。然后除了我们刚刚点到几个这样子凯撒饭店可以去修正的这个方向跟建议之外我觉得他们的举球员上面也要你在设计每一波的战术的时候，最好先看一下对方现在拦网对位的人是谁，哪个点比较容易去突破他们的拦网这个战术又尽量往那个地方去做。我现在比较麻烦是根本就接球的落差这有点太大了对。因为你球接不起来，你就没有所谓的战术可以来谈了。还有，有。
哎，这个没有顶起来。哇，这个球好可惜啊，都已经想办法把快要200公分的这个 Yulia 的这个球顶起来，这个球最后竟然没有办法防守。现在这是做换人了，谢静莹跟黄曼雅上来，12比3。哇，接球还是接得很别扭啊。还有。 现在完全凯撒饭店这边是没有第一波可言啊！只要这个球只要有办法发过网、发进场内，基本上那个接发球都是被破坏的所以在攻击手打起来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哇，又是挑战前排中啊，这怎么打都打不顺啊！张成毅这时候上来接替举球。 而且不要忘记，凯撒现在其实前排是3支攻击手啊，应该可以设计出一些来好一点的一个战术啊。啊，还是一样哦，其实就等于都是打在人家手里啊，所以说比较没有一些想法跟一些破坏力哦。 那再加上就是那些手法上没有到那么的多变，对，多一点尝试，其实可以包死有包死的打法嘛，就其实是可以打出去，敢扫一点往外扫，打成touch out也都是一种方式之一啊。4比15。 好球！再准备要换人了。这时候换上来，除了是举球换举球之外，其实也要提供这个前排拦网的高度啊。因为毕竟张云珍的高度其实是比江成毅还要再高的哎，这球，哇，这个球，哇，刚这个球应该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在标志杆的外面啊，对不对？对。不过我觉得，除了因为第一裁判这个球从他后方过来，他自己本身要看之外，2个视线员竟然都没有旗号出现啊。 出网了，出网了。所以说，其实那整个1、2裁判跟2个视线是一个组合，对不对？它是彼此要帮忙去 cover 一些死角啊。因为那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起来刚刚好，就它就介于标志杆跟1裁的中间飞过来。我们也连我们2个都一直在期待，怎么没有哨音？真的，哎，给我们一支旗子好了。好，新北中间把童其芳给换上来。哇，不过刚刚好险，这一颗球是凯撒饭店得分哦。呀。转直线好球，接球接得好，这个打起来就有信心了。你要先有接发球，你还才攻击，才会有在谈所谓攻击的这个对抗性。嗯。 偏掉。哦，这阵子让
凯撒饭店补了不少分数回来啊，9比16。这球贝尔想要尝试一个长线哦，但是这个路线还有整个落点哦没有掌握住。哎，球守得漂亮。哎呀，李斯这球可惜了。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尤利亚的这个快攻哦，我觉得他的身，我很喜欢把他跟这个超跑的阿累两个来做比较。其实两个身材条件都非常好，但是为什么阿累的得分率这么高？其实主要两个就是他的出手时间，就是出手快不快，然后再来尤利亚的球比较没有像阿累那么有破坏力，那个磅数没有那么的重。不然其实以他这个身高哦，这个如果他真正要举给他，应该是1球1分的实力啊。还有。短球，再来，还有，贝菲跑一个，这个拦网漂亮，突然间有点醒了的感觉啊。哇，这几波来回的攻防真的是打得相当的激烈啊！10比17。这边提醒，可能这个挑战系统暂时有一些状况哦，所以工程师目前正在调整，所以裁判也第一时间告知2队哦，现在目前是没有挑战的状况。又是一个，对方已经是只能够过度的修正了，那想不到这又是补位上的一个很明显的空档出现。对。你守强击球有强击手的站位，你守这个呛死球，或是守这种不规则过来的这种攻击球，特别是没有威力的，你不应该再用你守强击球的位置再持续的做站位，你脚步应该要提前的做移动。又没站位站好打法都还是真的就比较直线比较直线。凯撒喊暂停，10比19。要把握一下那个球打过来没有威力，我们防守的移动，好不好？刚那个球应该要守起来了，我那个就守起来打又不太一样，好吧？时间在有点太明显了。那个快攻给的太明显了，好吧？好，没事，接，先接，来，中间接球，走。这到目前刚刚庄教练说，太多那种太可惜了啊，都是那种。补位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量过来，竟然还没能把它修正起来。哇，这球慢了，同时方的后台。陈彦真最后有跟到同期方的这个攻击的路线，但是最后这个防守的这个手势没有把它放好，做一个往后甩的动作。20比10。哇，再来，哎呀，还是慢呢。哇，今天你真的看到，真的是那种防守的那种2波、3波，这中间的那个补位，真的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落差啊。这个球应该是可以防守起来，然后再做第2波的攻击的比较可惜了一点。
8球的失误，11比21。哇，也没配好，守得不错，有。反倒是李世一哦，在面对这种双人拦网的这个压力之下，他还会去找寻其他可以得分突破的这个机会。修正，还有短球，哇，这个空档太大了。这个点也是很多2号位的攻击手切进来会选择放的点，因为通常他切进来之后，守直线的这个人他不太敢会做趋前的动作，那加上前排的拦网起跳，那当然拦网者的后方就是一个很大的空档。哇，这一局，哇，这一局真的是，这已经是第2次直接触网之后，还是给弹进了凯撒饭店的场区啊！再拿1分。贝尔是不是有特别练这个球啊？他今天发了好几颗了哦。23比12。上音响，触网。没错，这个球确实接的有点太靠网哦。这个陈廷儒已经尽量把身体可以延展的部分都做延展哦，但是还是刹不住车。哇，今天阿宝在中间的整个出手变化多端啊。像这个球，就是球还没有流到他攻击的位置，但是他改变身体，先往前倾，然后就先找到一个可以出手的机会。包英奇还在等待他后段的那一个攻击的时间点。打长，想要打一个出位，没成。第2局结束哦，那西北中间还是25-13，再下一城，局数2比0。立即参加系排，立即参加系排，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加油打气！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的座右铭是团结力量大，你呢？我的座右铭是斗纳之力，我爱斗纳。我座右铭就是平安、健康、喜乐。我的座右铭是 Do my best， 做最好的我。那在新的2024年，你有给你的人生什么座右铭吗？我的座右铭是态度决定高度。180了，你还要多高？哦，我要的不是身高啦。那你呢？你的座右铭呢？
我的座右铭是爱笑的人不会运气太差，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平常不太爱笑，所以希望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时刻脸上保持着笑容。我的座右铭是放弃只要一句话，成功却要努力一辈子。那你有什么座右铭吗？我的座右铭是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eartSport 频道。Heart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你还记得你2023年的目标吗？我记得我是定要在师大的时候硕士完成2年内就把它完成。那目标达成了吗？快了，在顺利的进行当中。那你2023年记得你有什么目标吗？我的目标是达到4大运，完成了吗？完成了，也打完了。我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在2023年不要受伤，但是没有成功。那你呢？我设下目标是希望可以大专杯冠军，那今年还是只有第2，就是也没有成功这样。你在2023年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吗？有，我的目标就是减肥成功。那你目前有完成了吗？有，我个人是觉得完成了啦，目前就是维持就好。那你呢？你有什么愿望吗？我2023年的时候是希望我高中联赛可以拿到前4强。你有完成吗？那时候是没有，就有点小遗憾这样。我目标其实就是过得顺顺利利、平平淡淡的就好，应该也算是有完成了啊。你有什么目标？我也差不多啊，就是把自己的生意顾好来，之后走完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应该也是有算完成。哇，第2局比较明显的差别，真的是攻击的火力跟发球的得分了。那新北中先光是发球就拿了有6分了，攻击也维持有12分的一个表现。那凯撒饭店在第2局因为真的接球的状况很多，再加上几次这个发球的一个站位啊，也让他们在整个攻击能够掌握的机会本来就不多。那也使得目前在整个2局打下来，现在是让新北中先取得一个2-0的一个优势啊。很明显哦，第2局的这个凯撒饭店的攻击比第1局还要再下降的更多啊。而且第2局大半的时间啊，简一文在场上，李思一。那在整个新北中间还是贝尔啊，还有像阿宝在第2局的展现的状况相当不错。那第2局在整个凯撒饭店这边来讲啊，这也把他们原本比较算是得分的一个重心啊，许芳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场下啊。好，现在看看第3局的状况。主要还是接发球的问题啊，第2局更严重了一点哦，所以其实刚刚看到2边的这个得分的攻击率来说的话，直接是相差1倍。哇，又是一个补位的问题啊！哇，这个补位真的是哦，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再更积极一些啊。浪费太多的机会哦，因为这个球其实都还可以救起来了，又不是说那种直接被拦死的球，比较可惜了一点。哇，贝尔还是很拼啊。
啊，没有包到球，许芳敏。许芳敏应该是凯撒里面发球最有威力的一位哦。那他的今天的这个发球也都没有把握住，失误率还是偏高啊。长线好球。像这个就是有在这个运用他的这个智慧跟头脑在打球。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落点，短球，还是张一起的2号位啊。这个我已经觉得张一起是一个很淡定的人，他现在连闪这种他需要的球的那个表情也可以很淡定。4比2。好球，这个球的整个磅数够哦。而且运用他的手腕哦，加速这个球下坠的这个距离啊。还有。这每次都是这种看起来都还有点机会的落点哦，可是在那个第一时间，要么真的是经验站位，要么就是那个瞬间的反应速度哦。5比3。哦，偏掉。哇，不然这个球的出手跟整个速度都还不错哦。好，这个球来挑战的是整个落点是不是界内？这队应该是这个隔壁的双十国中啊。啊，双十的。不过这也要很谢谢双十国中，哎呦，这个球就真的落差是蛮大的哦。我每次来台中啊，这车都还有地方可以停，所以就在双十国中。就双十国中哦，真的很支持排球运动，所以他们的整个比赛还有整个学校里面，其实他们的校地不大，但是针对排球的这个训练环境来说，学校真的下了很多的功夫，在提升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场馆。哇，这个球一样啊，在补位的部分还是慢那么一点点哦。这一局倒是这几个球打的就很有手法啊。曾思瑜的发球，4比7。有哦，守得漂亮，有好球。好，再守一个。啊，好球啊！这一分应该是今天到目前凯撒攻防之间最精彩的一分。5比7。哦，抱歉，我更正一下，其实刚刚在那边看的那一群应该是东山高中。我想说奇怪，这个双十的这个小学妹们应该是不可能会留那么长的头发。哇，这刚刚这一球又是发在一个死角，6比7。
全被封得死死的，平手了。顶住摇。 哇，今天其实跑起来李子妍很顺啊，相当的顺。哇，而且那个磅数也有哦。再看第二波，还是被挡回来。第三波，哇，好球好球哦！这三波3种不同的攻击逻辑啊，都有斩获。这段时间哦，这个凯撒这边确实增加了他们的防守还有补位哦，那马上这个对抗性就展现出来了。 李子妍这一阵子打得正火热啊、那这个也是举球员的很好的一个配球的想法哦，谁现在状况好就多给他。再来。 大对角守住，放短，还有，哇，小心小心哇！哇，这几波的攻防真的哦，打到了第3局，现在凯撒饭店整个状况慢慢，那个整个站位啦跟防守好像慢慢渐入佳境了哦。 而且哦，这些学姐们哦，其实学妹们只要守个几颗起来，学姐们当然就会急了。她如果发现怎么一直都打不死你们，那么马上攻击这个机会就会出现了。呀，哇，这个还是定位的部分，让贝尔再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角度来做攻击啊。 啊，可惜，切进来的一个出手，这球还是徐阳明的整个上来的速度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哦。还有。 哦，好球！好球！这个球面对直线哦，但是用他的手腕跟这个肩膀的转动，把球带到一个很斜线的地方啊。好，再把人员上做一个调整哦。举球，来看看调整之后。 哇，还是给的有点短啊！讲实在话，刚换上来的戴军芳的这个举球还是有点短啊，也让许芳明没有太多的一个角度可以来运用啊。而且陈廷儒也很聪明哦，他现在换成发到这个许芳明那个位置，也是举球员他要跑进来的位置啊。哇，切太偏了！哎，这球
哇，结果是中线的球员触网啊！好，现在再把李11给换上来。啊，又是有点短啊，又是有点短。对，有点短，然后又太低，又不够长啊。4分的差距哦。好，来看这个发球啊，双方目前3分的差距啊。好球啊！哇，这个球打得有点太轻松了啊，感觉好像没有人拦网一样哦。很明显，在对面的这个对位的这个拦中手，完全已经错过了那个起跳的时间，完全跟不上了。哇，再来一个！哇，这两边这第3局就打得比较火啊。凯撒也是啊，攻击的火力有出来啊。而且他们这一局的这个接发哦，这个改善真的非常多。好，再来！哇，还是一样啊！刚好去找到这个外侧手的这个打到他需要的点了。再喊一个暂停，凯撒饭店分数稍微给拉开，12比17。稳定了，先稳定接发球，那个球真的有加压起来，稍微蹲低一点，把位置找好，蹲低一点，慢慢接，好不好？再凶一点，人家那么用力打你，你也要把用力打回去啊，好不好？时间最后那一步，时间对了，球来了，角度就打出来，用力打没关系。来，加油！不过这一局对凯撒来说真的比较可惜一点哦。其实一直咬到大概10比10左右，其实都还是一个双方平手的状态。但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关键的机会没有把它把握住哦，那分数就被中间稍微有点拉开了。有，这球接内。好，现在4分的差距哦，13比17。哇，今天这2个中间的快攻手跑前跑后，很管用啊！好，这时候中线新北中线把同期班换上来。哇，给的有点短啊！对，他这个球林采珍是想要跑一个有点类似像这个背飞的跑法的这种长的 C 块哦，但是球没有流出去啊。有。
球，还有这边也守得漂亮哦。再来，哎呀，这个球没有修正好。啊，想要打这个小角度，可惜了。这边应该是要来挑战哦。刚刚在李子嫣的这个外侧手到底有没有碰到球啊？分数在整个第2局之前啊，都是很快的被新北中先拉开。而第3局整个战力有所提升的同时，哎，这球有 touch 到哦。可惜了。哦，那这样子就让这个新北中先的分数率先突破20分了哦。呀。哇，挤到了。对，还是一样哦。今天这个给这些右撇子的快攻手，他们要做这种外流，帮自己制造出更多的这个攻击空间的时候，球就是一直出不来，球就是一直没办法流到很长、很舒服的一个攻击位置。还有啊，没有勾起来。新北中先要换人，把龚诗文换上来了。啊，还是一样啊、这球弹到网子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方向，也超乎了整个新北中先的预期啊，也超乎了凯撒的预期，来不及了。22比16。直线还是打偏了，哇！今天许芳明在一些要拼这个精准度的这种攻击上面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哦。凯撒饭店暂停，目前是16比23。那个场好像也有点矮，就是那个球还没有到标志杆就掉下来，稍微就是没有那么快掉下来，时间再抓一下。塞那个时间上没有问题啊，但是要掩护啊，不然钓不到人。你只要要让他打那个巴鼓的话，你看要不要拉一个单脚出去？你拉一个单脚出去，他再切进来也可以，塞一下。加油！ 23比16。有好球！这个球送的够长哦，那其实也让这个叶宇文哦，阿宝这边在过去的这个时间点稍微慢了一拍。 17比23，哇，这就是这个许芳明应该算是他在整个球队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角色啊，从攻击、防守到发球啊，18比23。
有，再1分。19比23。张一奇这个球完全的爆发哦，整个高打点打下来哦，那加上又有攻击的这个磅数哦，是攻击是真的蛮有威力的。3分点了。还有。 哇，张一驰这2个大角度还是让对手防不胜防啊！第3局结束，尽管凯撒饭店有起色，不过还是不太够啊，只落3。新北中先拿下了第4胜，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立即参加气牌，立即参加气牌，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加油打气。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 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 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 那你跨年倒数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我记得我们家之前有一年曾经就是来台北这边就是露营，然后在外面吹着冷风，看着101的烟火，然后再倒数。但是虽然很冷，但是是一个很快乐的回忆。那你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我们家的顶楼边烤肉边看烟火，因为我们家就在101的附近，所以当时也蛮有趣的。 我跟小恩其实，在路上其实常常会被问是不是兄弟，那你都怎么回答？我是说我们长得很像，但我们不是兄弟。谁是哥哥？你是哥哥啊，你21岁。我们之前有一起就是
跨年那天一起在海边就是喝酒看日出，结果一颗蛋黄都没看到。对，一颗蛋黄都没看到。印象中我们的跨年好像不是在练球，就是在比赛。那比较特别的应该是去年跨年当天新北中线刚好有赛程，所以这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们今天赛后的整个记者会，我们的曾教练还有阿宝跟子嫣在现场。首先跟曾教练，就在整个新北中先，在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大家都说这个阵容很好，可是也蛮多细节的。那有一次能够看到洋将还可以轮休，其实感觉起来看起来还蛮厉害的。可是怎么样去让这个球队能够慢慢调到你心目当中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当然透过平常时的默契搭配啦，然后还有再加上我们其实本土球员他们自己的企图心，其实应该是今年度也是有上来的，所以就是在整体的搭配上面，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我们的球队看起来可能，当然拉出来独立个人的个体的话，当然是每个人的个人技术都很好，但是排球算是团体项目的东西，所以就是要把他们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其实透过训练上面，然后再一直不断的提醒他们要互相帮忙，然后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喊声啊，然后在帮助外援的部分上面，也因为语言的关系嘛，然后他们也愿意去沟通这样子，然后就有越来越好的情况。那当然就是升上来的小的，他们可能在经验上面的不足，还有训练上面需要多方的跟举球员做搭配，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呐。对。好，那其实你在就是说在名单的选择上来讲，因为你有3个外援，那外援的运用跟本土怎么样去能够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取得最好的平衡点哦，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竞技场嘛，就是看谁的能力比较好，谁就或者是本周谁的状况可能比较好，那就是当然就是谁下。其实没有预设说，当然在学校的时候都会一直不断的搭配，那真正要下场的时候，当然就是看临场的反应跟他们的状态啦，对。好，我们跟阿宝聊一下。已经是研究所1年级，已经算是学姐了。那今年打起来又觉得你在场上其实第一个还蛮享受的，而且在整个空间感也维持得很好。所以说给自己的目标跟给自己的那个压力还是会很大吗？算是吧，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不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哦我很稳定，或是我表现都是那样，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自己打得不是那么好。所以自己还是不断的会去要求自己。那你现在会最看重哪一个部分？拦网。拦网，所以拦网一定要跟得到。对，那我知道你家人也都很鼓励，而且都会来球场支持，所以感觉起来他们在旁边跟你的那个互动，会让你打起来更有精神。对。那妈妈会跟你讲什么？结束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来。输球的话，他们都会抱抱我，或是安慰我这样子，因为他们也不是说很了解排球，所以他们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面，可能是心理层面或是行动上面给我一个安慰跟安抚的动作。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养分，对不对？对。好，我们跟子嫣，子嫣其实去年你还是在爱山林，而且是在高雄师大，那今年来到了台北，来到了
台湾师范大学，那加入了新北中先，你这一年这样的变化跟打球的感觉有不一样吗？我觉得有很大不一样，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是比较多上场的机会，然后所以就是会更督促自己要去进步，不然就是会很容易就是被排到后面来。所以基本上你自己就是因为你对排球还有很大的企图心，所以你才做这样的决定吗？对，就是希望在排球场上找到更多成就感。那今天看你在整个做中间快攻的整个跑动，其实相当的流畅。所以这阵子来到了台北，有下了什么苦心，让教练更容易看到你？应该就是在来回坡上转换速度，然后还有起跳的速度也要弹得更快，还有出手的方向。我就记得是在去年拍形象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那个台电，所以你自己骑机车到那个台电去补拍，对不对？对，就是那个精神，好不好？加油加油！希望你在整个台湾师大的表现越来越好。好，谢谢3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主播台上的洪青，谢谢。谢谢。好，那我想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在接发球上面，在今天的这场球，凯撒饭店的接发球在前2局真的做的不是非常的到位所以其实他们的攻击上面，在1、2局也沦为比较单调的，都是在4号位甚至2号位这边的一个长攻。那其实也让有经验的新北中先能够很快的掌握住他们攻击的一个路线跟手法。那反观到在新北中先这边，因为有接发球有加压，然后再来是凯撒饭店的攻击火力其实并没有的太强大，所以他们今天有很稳定的这个接发，还有防守上面的输出，那加上他们本身的攻击手就已经很有经验。那我们看到今天他在攻击手的部分发挥最好的，其实就是刚刚志明哥所访问的2位，特别是今天的快攻真的打的是真的说是予取予求啊，特别说是有经验的这个叶玉文、阿宝也好，或者说到这个比赛的第3局才上场，但是扛起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得分的重任的李子嫣也是那其实，在整个张一琪啦，还有很多的像这个Mira 今天来扛上这个先发的角色，其实也都表现得不错啊。对，有些时候这样就是要有机会，也要有企图心啦。其实就像刚刚跟子嫣聊，我就记得在去年他来那个补拍照片的时候，哇，他自己从高雄骑到那个台电的训练大寮那边，对啊，你就发觉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在场上有更多的表现。是，那也可以从比赛中看到他的成长，因为最起码跳得很高，而且基本上力量又有对，那他刚刚也其实提到，来到这个师大这边来到中先这边，其实就是加快了这个整个的弹速，还有整个出手还有起跳的这个时间呀，要不然你看他们还有一个 Ura 在那边，所以说你如果表现不好，马上就被取代掉了是。好，我们今天要再看一下两边在攻守数据上最大的差别。哇，新北中先37个攻击得分只掉5分，凯撒31分，可是掉了16分。那在整个发球部分8比4，拦网12比3。哇，失误部分新北中先比对手少了10次，还是看得出来那个精准的稳定度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不过每次都觉得凯撒饭店是有机会，而且他们是有那个队形打出来的时候是。打起来是虎虎生风，可是有时候那个突然间的落差就，只要1、2个接球不好，就整个又像那个气球都小红雨。对，其实有时候很多的球场上面很多的机会球都有制造给他们，也提供他们很多的机会，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把握。呀，整体的攻击，里贝尔10分啊，张一琪9分啊，叶玉文6分。那在整个凯撒这边还是许芳明的12分最高，包一琪5分啊，陈思瑜4分。好，这是在今天我们再度看到了一场精彩的好戏啊，当然也要。恭喜啊！新北中先抢下今年的第4胜。那凯撒饭店联手要继续加油。那当然要再度谢谢紧急救场的洪青。洪青原本今天是要来当这个连庄的主持，连庄主场活动的主持，那就我们硬是把他抓上了主播台，不过还好有备而来了啊！洪青随时上线都没有问题的。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洪青。那下一场球是彰化三大有限跟连庄排球队，我们在下一场球再见了，拜拜，谢谢洪青，拜拜。